这地方有多重要啊？先看一下这图哈，这是1亿多年前的中生代，这是我们的新疆，现在的中亚地区。你会发现这是一片面朝大洋、水草丰美的地方啊，和现在印象很不一样。奈何从这之后呢，南方的非洲和印度大陆就一路冲了过来。这个非洲大陆虽然个子大，力道却比较小啊，没有彻底和我们闭合啊，只是让新疆那边那个古老的特提斯洋啊，变成了地中海、黑海、里海、波斯湾等一系列大洋的尸体啊。东非还自己裂开出了个红海，形成了个阿拉伯半岛。而印度呢，虽然个子小，它的动能却非常大，它直接搞出了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这种大型山脉高原，彻底把新疆的这个西海啊搞成了干燥苦寒的大陆中心。而伊朗这个地方呢，它正好是缓慢的非洲和生猛的印度两家冲击大陆中间夹缝的位置，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纠结的由扎克罗斯山脉、鄂尔布尔士山脉、加恩山脉等围成的一个三角地带高原。而且你能看出来啊，这虽然靠海，但看起来非常干燥，是吧？那是因为啊，这个纬度啊主要属于地球的东北信风带和副热带高气压带，也就是说呢，这边是多东北风和下沉气流，是高空的冷空气下沉到炎热的地面。咱们说这个热气遇冷，一般会凝结出水雾云什么的，但是冷空气遇热就啥也没有了，更干了，所以就导致呢这一片是一眼的黄色，降水量非常低。不过呢，也正是因为伊朗它多山啊，所以很多山谷里面会有因为这个温差所形成的这种露水形成的地下水，勉强维持一些农牧业。但是甭看这地儿地上贫瘠，它地下可就要了命了，因为主流地质学认为啊，石油所生成的必要条件叫生储钙圈运保。什么意思啊？这个生储钙呢说的是地层条件，生是说一个地方如果能有石油，它必须要有大量的古海洋或者大湖的这种生物沉积，形成有大量有机物的烃原岩。储是说呢，在这种烃原岩上面还必须要有石灰岩、白云岩等疏松的地层，才能够储存下面烃原岩释放的有机物，形成石油。钙是说这个储存层上面还要再盖一层岩层，否则石油就泄漏流失了。而圈运保呢指的是运动构造条件，圈是说一个地层构造形成这种圈壁中空的环境，才能把石油困在里面。而运是说啊，地质运动啊要往往能把下面烃原的有机质向上运送到这个疏松的存储层里，而保持说的地层往往要持续稳定，不能有太剧烈的活动，破坏这些储存层才可以。所以你会发现，虽然青藏高原那边曾经也是一个大洋，按理说具备石油生成的条件，但是因为印度太猛了，是它这种极其剧烈的地质活动啊，以及下面的高温岩浆啊，完全破坏了石油的生成条件，导致中国的石油储量和我们的面积是远不匹配的。而伊朗波斯湾这边曾经是热带海洋嘛，它沉积了大量的海洋生物肉体，形成了这个烃原岩层，海洋生物骨骼沉积形成了疏松的石灰岩层。因为这边曾经的大海闭合蒸发，盐分固结，又形成了这种蒸发岩层作为钙层，正好满足了生储钙。而伊朗高原隆起的时候呢，有着丰富的断层和背斜，是这种典型的圈壁结构，这些断层呢又多为垂直运动，又促进下层有机物向上运输。而这边整体地质运动呢，又比青藏高原那边是和缓很多的，恰恰又满足了这个圈运保。所以结果就是整个波斯湾地区能靠着不到地球3%的面积，却用了世界上已知石油储量的48%和天然气储量的38%。伊朗一带更是有着全世界极品的轻石油，而整个波斯湾沿岸的石油呢，又全部都要经过伊朗主要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全世界。同时呢，伊朗高原这边正好它不就是古亚欧、非洲、印度板块的交汇处嘛，所以它距离中国、印度、非洲、地中海、俄罗斯的距离基本都差不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十字路口。所以按理说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想不富裕都很难。那为什么比起隔壁的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什么的，伊朗却总给我们很穷的印象，甚至很乱的感觉？甚至前几年新闻还说我们促成了叫沙伊和解，还有人说伊朗和沙特不都是一样信仰的阿拉伯人吗？伊朗怎么搞得好像和周围都有仇一样，还轰炸他们呢？其实啊，你要想激怒一个伊朗人，最好的方式那就是叫他们阿拉伯人。没事啊，现在咱说几个伊朗的波斯语哈，妈妈 moda 爸 peda 哥哥 baluda 女儿 dokta， 数字是 yekduse chahal penj shesh。如果熟悉欧洲的什么英德意希腊语这些啊，你能明显发现这个单词很相似。其实伊朗这个名字 Era 就是德国希特勒鼓吹的一个古老族群，叫雅利安人啊 Aryan 这个音变。但是呢，它不是什么德国人的先祖啊，你强说只能算是堂亲，因为欧洲人和伊朗的祖先呢，其实都源于如今乌克兰一带，就是黑海北岸草原的这种牧民，被学术界称为叫印欧人。为什么叫印欧呢？因为这群牧民很有攻击和扩张性啊，他们一部分占领了西方的欧洲啊，形成什么希腊、拉丁、斯拉夫、日耳曼、凯尔特等等这些族群。另外一群向东的族群呢，就是这个雅利安人了，他们占据了亚洲内部大量的草原戈壁，也就是中亚那些斯坦那边哈，就包括那个斯坦，它也是来自于古伊朗语族的这个 stan 啊，和欧洲语言那些什么 stand、state 都是同源词，表示占地占据的地方。不过呢，雅利安人在中亚也没消停啊，他们又逐渐南下，一部分呢占据了伊朗高原啊，也就是现在伊朗主体领土哈，有另一部分呢甚至进入到了南亚。对，如今印度的主体民族印度斯坦人就是一波灭亡了古印度文明的雅利安人，也是印度那种高种姓的主要来源。雅利安人在传统上呢是信仰一种叫做 Deus Pita， 翻译成叫天父的主神啊，这个 Deus 是天 ，Pita 是父。你如果熟悉罗马神话，知道他们那主神 Jupiter 啊，朱庇特，包括还有希腊那个天王 Zeus 宙斯啊，都是一个词根，表示天。不过比起天父呢，雅利安人更热衷一种被称作光明的信仰啊，他们这个文物遗迹啊是普遍发现一种这样的符号啊，咱们说也叫万字符。一种看法认为，这个所谓的万字，它或许代表光明，或许代表车轮。总之呢，雅利安人认为世界本源啊是一个光明神叫阿霍拉马兹达啊，简称叫胡大，和一个黑暗神叫安格拉曼纽在斗争中轮回形成的。所以这种光明二元论信仰呢，也被称为叫做仙教或者叫拜火教。它还有一个变种啊，被中国人称为明教。不过在中国以前，除了印
欧人这个游牧族群还有另外一个扛把子，那就是在亚非交界沙漠的河流绿洲里面，以农耕商业放牧为核心，被称为闪寒人的民族啊。他们主要分为北非的柏柏尔人、埃及人，还有西亚的以色列人、腓尼基人、亚述人、巴比伦人、阿拉米人、阿拉伯人等等。他们血缘相近，语言也很相似。就比如如今闪语里面仅剩的这个阿拉伯语和以色列希伯来语哈，他们打招呼一个叫 salam， 一个叫 shalom 啊，本意是和平的意思。爸爸呢一个叫 ab， 一个叫 af， 妈妈一个叫 一个叫 im， 儿子一个叫 ibn， 一个叫 ben， 都非常接近。你像那个本杰明、本加敏就是一个以色列名字，表示雅敏的儿子。本拉登呢是阿拉伯语，就是拉登的儿子。当然，这群闪寒人内部也总互相攻伐。大约到了公元前600年，相当于我们的春秋时期，这一片呢也就剩下埃及、巴比伦两家强权了，能够控制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这些大河流域啊。什么以色列、阿拉伯人纯粹是沙漠边角料，做生意，放放骆驼，勉强为生的样子。甚至以色列基本就被打残了啊。他这个部族里面就剩下了犹太、便雅悯两个部落啊，就那个本杰明哈。后来呢，西方也就都叫他们犹太人了。但是呢，也正是这个时代，雅利安人建立的波斯帝国逐渐有了后发优势啊，就像东西方都面临过的这种游牧民蛮族入侵一样，在当时的波斯国王居鲁士大流士带领下，巴比伦王国、埃及这些古文明双双被攻灭。在他们夹缝里的以色列人呢，反而被波斯人看成是有统战价值，给解放了出来。至此呢，雅利安人的波斯帝国终于和自己本放印欧人同胞希腊接壤了。那进入到公元前400来年，也就是孔子的时代，波斯希腊是全面开战，打了一次叫波西战争啊，有什么温泉关、马拉松、斯巴达三百勇士那些传说。希腊的本来也没算赢，只能说勉强守住了自己的领土。结果不久之后，希腊的边缘城邦马其顿还出了个亚历山大，竟然反推了波斯，甚至打到了印度啊，只不过没多久就挂了。所以波斯的地盘就留给了亚历山大的马仔叫塞琉古进行统治。那到了公元前200年后啊，相当于秦到西汉的时代，希腊隔壁的这个意大利新崛起的罗马共和国就侵吞了希腊的遗产，称霸了欧洲地中海。而伊朗这边呢，也是他们边缘的呼罗珊地区啊，一群雅利安人重新缔造了叫安息帝国，带着雅利安民族来了一次复国。只可惜闪寒人算彻底完犊子了哈，像罗马、安息在闪寒的地盘继续交锋，罗马占了埃及、以色列、叙利亚，安息占了两河流域的核心伊拉克一带，两方是狗咬狗，互不相让啊，从两家建国直接打到灭亡。那两个印欧国家干仗，闪寒人在干啥呢？当时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呢，只能给两个帝国呢卖点一个热带香料土特产啊，赚点差价什么的。那犹太人呢，最后是彻底被罗马灭了国啊，他们那个圣殿都被拆了，也就是现在那个哭墙哈。犹太人呢也大量流浪到了欧洲，老家还被罗马人用当地加沙地区的一个别称叫巴勒斯坦改名为巴勒斯坦行省。而且这个犹太人呢，他确实也非常招人烦。怎么说呢？他那个信仰是非常特殊的啊，正常各文明传统的那些什么万物有灵啊、漫天诸神呐，他们是一概不认，他们认为这都是伪神。犹太人只相信世界有唯一的真神，造了世界的一切，还造了两个手办亚当夏娃。结果这俩手办呢，又偷吃了智慧树下智慧果，成了智慧树下你和我，从这个神功之杖成了神功之能啊，导致上帝是大怒啊，就把他们贬入了凡尘，成为人类的先祖。他们认为啊，说自己以色列人的苦难啊，都来自于这个亚当夏娃的原罪，只有不断学习当年上帝制定的约，他们认为这种契约啊，什么念经祷告律法不吃猪肉啥的，反正才能得到拯救。所以呢，犹太人在欧洲总搞这种小组织小团体，甚至还放贷什么的，一直就被排斥。结果到了公元元年啊，也就是西汉末年，神人王莽篡权的时代，犹太人也出来个神人，就是耶稣。他非说自己就是真神的分身，是救世主啊，什么神之子，结果就被犹太人罗马人给合伙弄死了，很正常。没成想有个犹太贵族叫保罗，他觉得这个玩意儿是很好用，他开始号称啊，说耶稣的死那可不简单，那是人家真神化身为人，亲自死了一次，这是血祭，神用自己的死拯救了大家的罪孽，那个钉死他的十字架、捅他的长矛，那都是耶稣故意用血拯救大家的圣物。他就表示啊，过去犹太人的那个约那都是旧约了，耶稣带来的是新约，你只要能信这个，你就能得救，不用搞那些别的了。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了。那在大约公元100年之后，相当于东汉时期呢，基督教通过这种秘密传教教会组织啊、集资聚会啊、兜售信仰、发展下线啊，就迅速在罗马穷困的基层渗透。甚至到了公元200年后，相当于我们三国时代哈，随着罗马的内忧外患、贵族仇杀，他们也分裂了，很多高层也开始信了这东西。甚至啊，到了公元400年后，也就是佛教风靡东亚的那个南北朝时期，基督教也彻底成了罗马的国教。但想人犹太人自己压根就不认什么耶稣啊，他们认为这就是个大骗子呀。所以你看，耶稣本身就是个犹太人，但信了基督教的欧洲人却更加憎恨其他犹太人了。所以啊，犹太人虽然不行了，但是他们这个精神夺舍却彻底控制了欧洲。而到了公元500年后呢，相当于隋朝的时候，闪人里面又出了个英雄，那就是在阿拉伯沙漠里面，一个阿拉伯贸易城邦麦加出现的另一个神人穆罕默德哈。这位大佬早些年是在巴勒斯坦做过生意的，他这个耶路撒冷呢是受到了犹太教、基督教的感染，他也称自己也经受到了启示，同样是那个唯一神啊，什么上帝的使者。他还认为啊自己是最后的封印先知啊，比其他先知都先知。这就是著名的伊斯兰教了啊，含义还是和平的意思。那和不和平先另说哈。总之，穆罕默德呢是以宗教力量搞出了自己的基本盘，甚至还靠着这个击败了麦加最具实力的倭玛亚家族，让他们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这之后呢，穆罕默德就开始统一阿拉伯人各酋邦，并且把他们的阶级部族矛盾全部化为了在伊斯兰教大旗下对罗马波斯的仇恨，让阿拉伯人在短短几十年就迅速的攻下了罗马的叙利亚，占据了埃及，也占据了波斯的伊拉克地区，甚至最后一路还把伊朗全吞掉了，成为了巨大的阿拉伯帝国。那些曾经信仰光明神的伊朗人也被迫信了阿拉伯人那个伊斯兰教。然而此时呢，还不是雅利安人的谷底哈。就在隋朝统一南北朝之前，我们北方那个突厥人一直十分强大嘛啊，也属于一种蒙古人种。奈何新兴的这个隋唐呢，它是
轮番吊打突厥汗国，突厥人那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他反而跑到了中亚地区称王称霸，大量高鼻深目的雅利安人和东亚相貌的突厥人开始混血，而且他们也说了突厥人的语言，就成为了一个崭新的这个西突厥民族了，比如什么葛罗路人、土库曼人、阿塞拜疆人等等，都是这些。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中亚作为雅利安人的一个老家，却几乎都说了突厥语的一个起始。那在这种雅利安人信仰文化血统纷纷大溃败的当口，强盛一时的阿拉伯帝国和当时同样强大的唐朝，终于在中亚包括伊朗地区发生了接壤，两方都想把中亚那些突厥雅利安的混血们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那就在两家不幸鹿死水手的时候，突发的安史之乱是彻底终结了大唐的国运。讽刺的是呢，这个始作俑者安禄山史思明还正是来自中亚的这种雅利安突厥混血啊，只不过他是粟特人、东伊朗人。然而阿拉伯人呢也没有笑到最后哈，当年在庞大的这个阿拉伯帝国扩无可扩的时候，他们内部的矛盾就被重新凸显了出来。穆罕默德本人呢，他和麦加那些沃玛亚家族并非是都同心同德，两方更像达成了一个契约啊，互相利用。沃玛亚家族信了伊斯兰教，穆罕默德给他们帝国的这种干股，所以当穆罕默德死后呢，穆罕默德唯一的亲属啊，女婿阿里家族就和有着大量兵权的沃玛亚家族，就谁能继任阿拉伯最高统治者哈里发的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为此，阿里的儿子侯赛因还被沃玛亚家族干掉了，所以阿里侯赛因的后代和追随者就形成了叫什亚特阿里什叶派啊，本意就是追随阿里的意思，和沃玛亚家族手下的这个逊尼派本意是大众派的意思就分裂了。按理说这种分裂呢，本来是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内部矛盾，但别忘了，伊朗虽然被阿拉伯人灭了，也从拜火教改成了他们伊斯兰教，但是伊朗人心里是很看不上这些放骆驼的，所以呢，他们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他们表示只信仰什叶派啊，而阿里侯赛因的后人呢，也被什叶派称为伊玛目，也就是领袖的意思。他们认为伊玛目的指引仅次于穆罕默德的圣训，所以从第4任伊玛目之后呢，母系都带有了波斯血统，所以伊朗什叶派呢也开始和阿拉伯人抢夺释经权，所以这些伊玛目还被阿拉伯哈里发轮番刺杀，直到伊玛目传了12代之后，直接被砍断档了。所以这最后的伊玛目表示我隐居山林不显现了。所以什叶派就认为真正的伊玛目会在末世的时候重新出来引导拯救人类，在这个当口，什叶派会自己选出宗教领袖，暂时代理伊玛目的意志，什么大阿亚图拉之类的啊。所以你看，这就相当于同样是一神教的基督教也搞出了教皇圣徒这种多神崇拜一样的东西一样。什叶派也正是伊朗人面对伊斯兰教，他对自己本土祭司群体又增加了融合光明黑暗对立信仰以及基督教那种悲情原罪末世审判信仰做了一个混合折中，所以伊朗地区一直事实性独立啊，不听从巴格达的这个阿拉伯哈里发。那阿拉伯人的坏运气呢还不止于此啊，进入到了公元1000年，唐朝刚灭亡，进入到了宋朝和契丹对立的时代，失去了大敌的突厥人，他不仅继承了中国人的组织术，还皈依了阿拉伯人的伊斯兰啊，这就成为纠集体了。当时突厥的土库曼人就开始打着支持巴格达的哈里发逊尼派的旗号南下入侵了伊朗。就在阿拉伯人以为这群东方人是自己的大救星的时候，突厥人却直接一路攻入了巴格达，直接架空了哈里发，自称苏丹啊，就是总督的意思，成为实权领导人，他建立叫塞尔柱苏丹国。那在突厥人统治下呢，伊朗是更加一盘散沙了，在这盘土地上呢，兴起了大量被称为叫阿萨辛派的刺客组织，四处在中间收过路费接私活，直到如今英语这个刺客还是一个阿萨辛。然而呢，突厥它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来自东方的这个惩罚哈，进入到了1200年后，也就是我们的南宋时期哈，当时塞北的战争机器啊，蒙古人他是神挡杀神，一路西征哈。那当时成吉思汗的4儿子托雷，他有个儿子叫序列乌啊，就以这个反恐的名义攻下了伊朗的阿萨辛派，顺便跑到了巴格达，活捉了哈里发，彻底灭亡了阿拉伯帝国，最后一直打到了叙利亚、埃及。他是听到了自己大哥蒙哥大还在重庆暴毙啊，才停止了征服。那伊朗地区呢也进入到了蒙古的伊尔汗国时代。但是你想蒙古才多少人啊？他们的西征军主力部队绝大部分都是什么乃蛮、土库曼、阿塞拜疆等这些突厥语部族，这就导致啊，虽然后来蒙古衰落了，但是土库曼、阿塞拜疆等这些突厥语族群又是轮番的统治伊朗。进到了550年前啊，相当于明朝的时候，土库曼最西边的一支叫奥斯曼突厥，还直接灭掉了苟延残喘的东罗马帝国，也吞灭了阿拉伯人几乎所有的地盘。就在这个突厥人横扫天下，尤其把这个印欧人、闪韩人都灭得啥也不是的时候，印欧人里面终于出现了一个真正的 bug。当年的蒙古人西征的时候呢，曾经统治了东欧斯拉夫人的一个政权叫基辅罗斯哈。那相当于明朝晚期呢，被蒙古人统治了300年的这个罗斯人城邦莫斯科，终于脱离了这帮可汗们啊，他们开始号称继承了东罗马的法统，确实带着这种蒙古突厥的作风，让大量破产的斯拉夫人叫哥萨克人啊，就是突厥语自由牧民的意思，一路向东干掉了一个又一个的蒙古突厥的汗国，甚至最后把领土推到了东亚，甚至快到美洲了。那大量的突厥蒙古人呢，也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那此时呢，无论是伊朗人还是东方新兴起的清朝，都感受到了俄罗斯人带来的巨大压力。当然，印欧人里真正彻底改变世界历史的，那自然是西欧的那些英法荷，是吧？他们在大航海甚至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是彻底控制了整个印度，而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也被英国大规模渗透。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俄英两国是一北一南一陆一海，彻底瓜分了亚欧大陆。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大清帝国都给玩成了夹心小汉堡。而伊朗更不必说了，当时执政呢是突厥人建立的凯加王朝。那在两面夹击之下呢，凯加王朝一方面想模仿沙俄建立这种哥萨克化的现代军队，那另一方面呢，就在1908年清朝灭亡3年前，波斯湾沿岸发现了大量极优质的油田。那这时候正值第2次工业革命，所以英国又跑到了伊朗建立了一大堆石油公司，获得了大量的利润。
至此俄英基本把伊朗变成一种半殖民地，一北一南瓜分了。结果不久之后呢，二次工业革命的后起之秀德国实在是眼馋当年英法那些殖民地号称想要阳光下的土地，就导致列强之间狗咬狗的一战打响了。那清朝奥斯曼的有识之士呢，也在这个当口完成了一次救亡图存成为了近代的中华民国和土耳其共和国。沙俄最后也被一战给拖垮了，引起了内部革命，信息展现的苏俄甚至苏联。英国人有看到了机会，打算趁着俄国衰弱，直接把伊朗全部吞掉。这个时候伊朗人终于爆炸了，我自己说话不能算嘛，所以大规模的起义此起彼伏。英国人一看不行，就赶紧扶持了一个代理人一个伊朗哥萨克的青年军官叫李萨汗，帮着他政变，成为了伊朗国王，建立了巴列维王朝。不过这个李萨汗还真不是个傀儡他先是和苏联废除了和沙俄的不平等条约，然后转身又和英国翻脸，吊销了英国的石油公司执照，在内部呢开始学习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废除了曾经的伊斯兰什叶派教法，开始大规模的世俗化。他不认为伊斯兰这些东西是雅利安人的传统，所以直接把国名也改成伊朗了，开始大力的宣传民族主义，讲是什么雅利安波斯居鲁士的荣光，又开始大规模禁止那些女性头上的这个头巾袍子那李萨汗这个行为呢，肯定是同时得罪了英俄两个强权的。那伊朗的底气在哪儿呢？没错，就是那个一战被打残，出现了巨大经济危机的德国当时的落网美术生希特勒，在这种民生凋敝的背景下，把所有的内部阶级矛盾化身为这种反犹太资本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大旗。而这个大旗的符号正是那个在历史上曾经让闪韩人胆寒的雅利安太阳犹太人就是闪韩人嘛。此时呢，这个李萨汗就赶紧抱着希特勒的大腿谁能比我更雅利安，是不是？我这是 Iran 是吧？所以呢，开始大量吸引德国投资，招聘德国顾问专家，在二战中甚至就暗中直接支持纳粹。英苏觉得我收拾不了德国，还收拾不了你两家就一起入侵了伊朗，还给这个李萨汗赶到了非洲去，又扶着他的小儿子巴列维继位。二战结束之后呢，美苏成为了世界霸主，欧洲英法这个殖民霸权彻底瓦解掉了，阿拉伯地区就纷纷脱离了英国的掌控，现在各种阿拉伯民族国家。但是中东这个油气资源地理位置是西方世界不可能放下的核心利益，所以恰恰在二战之前，大量欧洲犹太人因为被排挤迫害就兴起了这种犹太复国主义，他们就跑到了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购买了大量的土地最终二战结束之后，联合国通过了决议，说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属于自己的以色列国。那这些犹太人呢，本来就充满着高级知识分子又和欧美资本是千丝万缕，所以很快就成为了欧美插在中东的蝎子。而且以色列靠着强大的财富、科技和武力，他周围那些阿拉伯国家根本不是对手，屡次被以色列吊打，最终也都默认了这个国家的成立，甚至某种意义他们还是同胞呢而对于伊朗的巴列维来说，苏联、美国他必须选一边站。那他呢深谙远交近攻之道，认为与其讨好近在咫尺非常恐怖的苏联不如投靠远在天边的美国，人家还能买油，苏联又不缺油。自己呢作为伟大的雅利安人，那本来就和阿拉伯人势同水火吧，那我成为欧美放在中东的大蝎子，那还能帮着西方限制苏联的南下呢，那不比以色列的价值高多了。自此呢，伊朗开始推行了全面亲美和西化的政策，伊朗石油有了欧美的金主，那更是日进斗金。那巴列维呢又继续推行世俗化，给了女性参政权，在德黑兰、伊斯法罕等这些大城市又建设了现代工商业，让大量的农村人口呢进入城镇务工满大街都是时髦的年轻男女根本干不出来这曾经是个伊斯兰国家了整个国家看起来是一片欣欣向荣的。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这种表面的繁华下，实际上是那些国有的大企业背后全是国王贵族的私产。曾经在伊朗呼风唤雨的文官集团，在巴列维的集权下也逐渐被边缘化，非常怨恨。而且呢，整个国家过于依赖石油利润，导致伊朗的轻工业、本地工商业呢变得不值一提。城市里传统的手工艺者、巴扎商人生活也越发潦倒。这因为1973年石油价格暴涨，伊朗国家是富得流油，但是也通货膨胀的厉害，让本来就没啥钱的农民变得更加穷困。为此呢，巴列维开始在农村进行土改打倒地主分田地。但是这个操作呢，你不仅彻底得罪了地主是吧？因为伊朗土地很贫瘠干旱，农民均分那些土地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不说，没有地主帮他们分配可2井水源，国家又没什么基层能力治理，反而他那个粮食产能又锐减下去。而且呢，因为朝廷有钱了，粮食就可以直接从西方购买了是吧？农民种那点东西根本卖不上价，最后他们就只能贱卖土地，跑到城市里面打工，但最后又找不到工作，国家又没有福利提供，导致他们只能住在贫民窟。他看着隔壁上层奢靡的西式生活，不仅感受不到任何文明开化，而赤裸裸的不公和仇恨。而且农民们大多都是保守的伊斯兰教基本盘，很虔诚，在城市里面这些清真寺的教士们毛拉们也会经常给他们一些补助，这就让海量的农民工群体继续巩固了自己的信仰。结果宗教学者加领袖霍梅尼什叶派叫大阿亚图拉，因为就发表了一些反国王的演讲就被朝廷驱逐流放，最后跑到了法国。更要命的是因为朝廷亲美的属性，伊朗对任何工人运动都十分的敌视，所有无产阶级组织是屡次被清洗打压。更神奇的是，面对这种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货膨胀，朝廷不考虑自己的经济政策垄断问题，反而觉得应该限制这个中产阶级的投机，要控制他们的信贷，给他们减薪。更吊诡的是，因为巴列维的开放，大量中产以及上层都把孩子送到欧美去留学了，而当时的欧美正是反主流、反权威、反现代化的这个后现代左翼运动盛行的时期，所以这些留学生呢受到了西方的左翼思想感染，转过来就认为伊朗国内是被西方现代化给毒害了。回国后呢，就继续发起了对资本主义和国王独裁的控诉，是内部民生一语糊涂账。这个巴列维王朝反而十分推崇波斯民族主义的这种宏大叙事它是大力宣扬那种2000多年前波斯帝国什么居鲁士、大流士的荣光。所以到了1971年，巴列维化
花费巨大财力在波斯波利斯遗址搞了一个波斯建国2500周年庆典。但是这种民族主义，无论是对于保守的什叶派农村群体，还是对于阶级矛盾尖锐的城市群体，它都变得非常虚无无力，甚至讽刺。那在这种民族主义的狂热下，巴列维甚至连美国都不想服了，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完成雅利安民族的大复兴了，是吧？所以就趁着美国越战失败，他又大举的提高了油价，直接把美国的尼克松又得罪了个透。反正巴列维这人真的神奇到，他一番骚操作下来，能同时得罪所有的阶级内外势力，那还挺不容易的。最终高潮来了，到了1978年，正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年头，伊朗国内反而掀起了此起彼伏反对王室的示威抗议。问题是呢，这些群体呢其实没什么纲领，非常复杂，它有左翼小工商业者、农民、教师、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的诉求和目标都不相同，无非是靠着同样反对巴列维王权聚集在了一起而已。这种没有纲领的运动其实非常脆弱，所以呢，被巴列维放逐的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霍梅尼，他很快就成为了所有反对国王的群体眼中不畏强权的受难者，形成了一个精神图腾，把自己塑造成了反巴列维的一个核心旗帜。而当时这位巴列维国王竟然在军队几乎完全忠诚、有压倒性实力的情况下，是自动认了怂，逃亡到了美国。取而代之的是1979年，霍梅尼被狂热的群众接回了德黑兰。那就在大家以为革命成功之后，这些宗教大毛拉就该回去念经啊，霍梅尼只是当个招牌，代表大家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时候，这位霍大教主却超乎了大家的想象。掌握权力之后呢，他直接建立了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虽然保持了民选总统，但是在总统之上，他又设立了最高领袖职位，就是他自己。他规定啊，最高领袖必须得是伊斯兰什叶派的资深法学家，拥有最终的政治权威以及最终否决权。他在保留伊朗国防军的同时，又设立了绝对忠诚于最高领袖和教士集团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世俗的法律被大量修改，引入了伊斯兰刑法、伊斯兰教法。女性呢需要强制佩戴头巾，设立道德警察去抓捕惩戒这种破坏教法的各种行为。这样的一种倒行逆施的，自然引起了除了教士阶层以外所有革命群体的广泛不满。所以从1981年后啊，霍梅尼先后清洗了意图反叛的王室和旧军队的势力，世俗自由派、民族主义的伊朗民族阵线，逮捕处决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左翼的人民圣战组织，取缔了伊朗共产党，让教士统治集团以及手下的革命卫队、革命基金会一家独大。伊朗送走了巴列维，却搞出了个这，你哪怕阿拉伯征服时代都没有过的这种绝对宗教集团的统治，这时候就明晃晃的上台了。那为了增加合法性，霍梅尼政府的宪法就确定了以反美反以为核心纲领的国策。同时呢，因为隔壁的伊拉克历史上曾经多次被伊朗征服嘛，有着过半的什叶派信徒，而伊拉克北部呢也有着大量同为是伊朗语族的库尔德人，外加两伊在两河的入海口处的这个平原有着领土争端，这就让伊拉克那边属于阿拉伯人而且是逊尼派的萨达姆非常恐惧伊朗的这个兴起，而美国也非常想摁死这个新兴的伊朗，所以就大量援助了萨达姆军备，想挑他开战。所以1980年萨达姆挑起的两伊战争打响啊，这个两伊战争打了8年，最后还是联合国调停，双方才停战。而就在两伊战争结束后的1989年，霍梅尼就去世了，他的弟子伊朗总统阿塞拜疆混血的哈梅内伊继任成了最高领袖。这位哈梅内伊在任期间呢，反正是好事一个接着一个。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从苏联独立出来的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一个属于什叶派突厥人，一个是波斯语民族，天然都和伊朗有亲近性。同时叙利亚这个国家呀，它一方面和以色列存在领土冲突，而且呢，虽然它是阿拉伯国家，但他们却有了大量的伊斯兰叫阿拉维派，这本质也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哈。他们那个总统阿萨德就信这个。而伊朗呢也非常需要叙利亚这个地中海出海口，所以呢，叙利亚也成为了伊朗的某种盟友。同时呢，新兴的俄罗斯也要同时拉拢叙利亚和伊朗去对抗西方势力，那就是伊朗的势力是更加扩大，形成了所谓叫什叶派之湖啊，甚至有了点古波斯帝国的影子了。而且随着后来呢，伊拉克的一个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然后被美国吊打倒台，紧接着就是油价节节攀升，伊朗石油质量好嘛，所以国家又再次报复，伊朗彻底成了中东一霸哈，以色列真成了他唯一的对手了。到了2002年，为了对抗以色列，伊朗开始大量提取浓缩铀，打算发展核技术。最后呢，还是中美俄英法德6国一起和伊朗达成了核协议，表示会依据伊朗核工程的等级，6国多边给予他相关的制裁，才限制住了他。自此呢，伊朗就陷入了这种怪圈哈，他那个神权政府的合法性非常依赖于反美以或者区域霸主的叙事，但是只要你失去这件事儿，伊朗就必须要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甚至给这个抵抗之湖大撒币。那一旦你这么干，就会引发经济制裁，石油卖不出去，收入减少。同时呢，神权政府最大的基本盘就是农村的什叶派信徒，但是你一旦需要称霸中东，你就必须自主建设工业体系，城市化进程还会加快。那你这种体系的建设呢，就必须要重视高等教育、工商发展。但是，一旦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尤其是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就不可能不对伊斯兰教士集团那些上千年的神学教条产生怀疑和抵触。这就导致进入到了2010年后，这什叶派的农村基本盘优势越发衰落，城市对神权集团的抗争也越发激烈。而伊朗的国防军官僚集团本来就带着巴列维时代的影子，它和教士集团并不完全一条心啊，也不算互相利用，这就导致伊朗内部一直埋藏了诸多的定时炸弹，他们不得不从面子上继续透支自己被制裁下的国力和美以方对抗。最终到了2018年啊，极有特性的这个 Trump 董王上台，他是单方面的退出了6国核协议，开始单边加大对伊朗的制裁。伊朗的石油呢，几乎只能打折卖给我们。然而随着俄乌冲突一开始，俄罗斯的石油更是打折更便宜卖给了我们。那我们总不能把自己泡油里面吧？所以伊朗石油的收入就雪上加霜。但哪怕这样，石油收入的大头还是全跑到了教士集团、革命卫队这群人手里，就国库里那点钱还没用在民生上，继续给盟友大撒币。结果去年的盟友叙利亚这个阿萨德家族还
倒台了。伊朗的民众，尤其是城市阶层，对这个教士集团的不满已经达到了极点。但是这些宏观叙事压不到老百姓，最可怕的还是从2014到2025，伊朗的通胀率从30%又增长到了50%，食品物价上涨率甚至达到了70%，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你开个面包店，今天赚到的钱甚至都不能付第2天的面粉钱，你根本活不下去啊！这种纯粹的生存危机，辅以这种道德警察的威压，所以这些年伊朗的抗议和流血是此起彼伏的。直到上个月，很多人也知道，伊朗城市平民甚至农民都展开了大规模反对教士集团的抗议，清真寺、古兰经甚至都被焚烧，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纷纷复燃，就像当年伊斯兰革命他们投射的霍梅尼一样，这一群乱七八糟的人又搬出了那个流亡美国的小王子，举起了巴列维的国旗。不止平民啊，伊朗的官僚国防军也早就被美国渗透成了筛子了，导致革命卫队的军官啊、核专家都是屡次被美以定点斩首啊。直到这2天，这个教士集团的诸多高官，甚至哈梅内伊本人都一起被美伊给炸死了。其实霍梅尼曾经说过一句话，叫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但是按照伊朗的实操啊，你可以给它翻译成管你东方西方，能服于我教士集团的那才是我方。就比如虽然中国屡次安理会为伊朗说话，买它石油，给它修基建，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大家对它的制裁刚刚解除，伊朗就单方面撕毁了和中国企业120亿美元的合同，转而把项目交给了欧洲公司。2021年中伊合作想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修建一个叫恰巴哈尔港，实际上中国大举兴建，投入海量资金之后，伊朗立刻把核心码头的运营权转手卖给了印度。2023年中国促成了沙伊和解之后，伊朗随后又觉得自己行了，又开始威胁攻打其他的海湾国家。伊朗统治集团从内部到外部都浑浊而混乱，他们一方面自以为能成为区域的独立大国，看似反美以，却总对美以抱有幻想，看似亲俄中，又为了点投名状能屡次侵犯中国的利益。他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却非要那个带着奴隶封建时代的教法维持着自己坐下的宝座。那么不要民族叙事，却总幻想着雅利安人的荣光，觉得那些西方同胞或许有一天真可以接纳他们。所以有句话叫君子无罪，怀璧其罪嘛。伊朗它本身就处在东西南北的十字路口，手里又握着大量的优质原油，就必然会成为世界强权的关注点。在中美欧俄甚至印度的崛起下，无论是波斯帝国的雅利安老祖宗，还是那群入侵者带来的伊斯兰阿里老祖宗，都不会给他们救赎。他们其实更应该类似当年丝绸之路的枢纽一般，它既是东方也是西方，是为往来的商队提供最大的便利，为自己的人民谋求最大的福利。所以他们也更应该记得自己祖先信仰的光明神和黑暗神的对立，看清自己在神仙打架下的无奈，从现实主义出发，而不是今天投靠光明，明天要投降黑暗。我觉得最好应该是在拥抱明日的光明时，也永远记得背后的黑暗，这样才能不在迷茫和混乱中，之前迎来一个神仙，现在会迎来一个皇帝，塑造出那么一个救世主，把自己献祭出去，等待着所谓天国的救赎。毕竟啊，我们从小就知道，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只能靠我们自己。